周伯通，你怎么样？这是什么东西咬我？棋到了吗？今日打赌你胜还是我胜啊？我老顽童这次认输好了。你这臭金轮，你这赌之主叫什么名堂啊？把我刺成这样！这是天下3绝毒之一的采血猪，老顽童，味道如何呀？小牛鼻子，你竟敢欺骗我上当！我告诉丘处机，让他杀了你。这个赵道长很好啊，我们王爷要启禀大汗，封他做全真教的掌教真人。呸！金轮大王，你打不过人家，就用毒物害人，哪里称得上第一高手？快拿解药来！解药来了。小龙女，此事与你无关，你别管闲事。你怎可欺负老人？哼，那好，别人有狼牙棒，我有狼牙布。你们还打呀？等你们打完了我就疼死了，可就没得玩了。又是什么东西刺我呀？好痛！真对不起，周伯通，你还没有死啊？好像还没死，也不知道是没活够还是没死透。你没死就好。那个金轮大王好厉害，我可打不过他。这个臭金轮，趁着我还没还魂，又拿什么御风针来扎我，是不是？哎呀，周伯通，这些针都是我扎的。金轮大王设此计谋，原本只是为让我讨周师叔的欢心，现在为何却要置他于死地呢？赵道长，周伯通性情怪癖，无人能知，老夫深恐他与你作对，故而将他除掉，以绝后患。金轮大王岂非言而无信？好，再扎一下，再扎一下，再扎一下。嘿嘿，舒服多了。怎么会这样？为与周伯通斗法，才设此连环计。道长乃忠厚之人，若事先得知，怕走漏风声，被周伯通识破。老夫无奈，故而连道长也一并蒙在鼓里，还望道长不要见怪呀。小道佩服还来不及，怎么敢怪罪金轮大王？只是此番得罪了周师叔祖，
日后小道担任掌教一事，定有诸多麻烦，还要让金轮大王多多指点呢。道长放心，绝不让你失望就是。周伯通，你觉得怎么样了？哎呀，这个毒啊不好对付，看来老顽童这次要玩完了。金轮大王，周师叔祖正在运功排毒呢，要是等他把毒排出来，怕什么？他能是我的对手？哼！他们要是不想出来，就给我一辈子待在里面。嘿！反正啊，我的玄功一时半会儿也恢复不过来，多在这儿坐一会儿，我看也不错。小姑娘，你是不是怕闷呐？其实一个人在山洞里边住也不会闷的。当年我在桃花岛一个人在山洞里住了10几年，都是我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打架，那是怎么打法？那就是双手互搏。我左手当做一个人，右手当做一个人，他们互相打得你死我活，让他们俩打啊！我在旁边看热闹。要是我左手是全真剑法，右手是玉女剑法，双剑合璧，岂不成了玉女素心剑法？就是过儿不在我身边，我也能打败金轮。但是这功夫一心二用，很难学吧？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反正有的人呢用几天就学会了，有的人呢一辈子也学不会。你认识郭靖、黄蓉这2个娃娃吗？你说他们俩谁更聪明一些？我虽然与他们2人相交不深，但也曾听过儿说过，郭夫人足智多谋，伶俐剔透，当世只怕无人能及。郭大侠的资质嘛，倒是平常的紧。平常的紧，他就是一根木头。不过我跟你说啊，我将这双手互搏之术交给郭兄弟，我郭兄弟啊，他3天就学会了。他反过来交给他的婆娘。你别看黄蓉聪明伶俐，心眼上多生出了17、8个窍，他就学不会。照你的意思说，这蠢人学功夫，反而比聪明人还快。我可不信。你不相信是吧？你的容貌长得不错是吧？武功跟黄蓉也差不多，我敢说你就学不会。来，你呢左手画方，右手画圆，画给我看看。错了，左手方，右手圆，怎么样？不会了吧？你以前练过？没有啊。你是怎么画的？我也不知道，我心里什么都不想，一伸手便画成了。
是从娘胎里学到的本领。好，那我现在就教你双手互搏。剑人大王，这毒蜘蛛真的管用吗？这彩雪珠啊，产于西藏雪山之顶，乃天下3绝毒之一，毒性猛烈，无药可治，就是我自己也解救不了啊！是吗？我懂了。哎呀，太好了，小龙女啊！你现在就出去揍那个臭金轮，替我出出气。还要逼他给你解药。可这蜘蛛网碰也碰不得，出不去怎么办呢？有了。好像，什么呀？这是个叠好玩的把戏，你想不想看？好玩，好，怎么玩？什么声音？啊！金轮大王，快跑啊！别跑！你别跑啊！金轮大王，快跑！好啊！这他们小牛逼的逃跑了。可惜呀，可惜。可惜什么？让他逃走了，没有抢到解药。我刚才招来的都是些野蜂，不懂得阵法。如果是我在古墓里驯养的御蜂，他就没有那么容易逃走了。哎呀，小龙女呀，这已经让老顽童大开眼界了。我拜你为师，你把指挥蜜蜂的本领教给我好不好？我给你跪下。拜师就不必，我教你就是了。哈哈，好，太好了，我可以指挥蜜蜂了，我可以指挥蜜蜂了。周伯通，哎呦，周伯通，周伯通，你怎么了？快，再扎我几下。哎呀，舒服，哎呀，舒服多了，这是以毒攻毒啊！我这条小命啊，算是捡回来了。你身上的毒全消了吗？哎呦，不行，这个毒啊，好像赖在肚子里不愿意出来，而且你那个御风针上的毒也没那么强了，好像不大新鲜了。哎，要不然我叫野蜂来蛰你。野蜂？好，快去叫，快去呀，快去叫啊！周伯通，野蜂来蛰你了。好多蜂啊！好多蜂啊！好多蜂啊！
折得我真舒服啊，好舒服啊！哎呀！好啦，够了！小龙女再折下去就折出人命了！哎呦，赶快让他们走吧！快！哎呦，小龙女啊，把这个招蜜蜂的东西送给我好不好？培养和训练蜜蜂是要很多时间的。哎呀，没关系啊，我们在这山洞里多住上一段日子不就行了？你怎么了？我还要上终南山上去。终南山？行啊，那咱们一块儿去好了，一块儿去。哎呦，不行，哎呦啊！哎呀，疼死我了！不行啊，小龙女，我还得去襄阳城呢，我得帮着郭靖兄弟打架呢。襄阳？对，小龙女，你跟我一块儿去襄阳城吧，好不好？这样我们在路上啊，边走你边教我。我答应你就是了，可是不是现在，好吗？好，我不现在，下次教就好了。下次啊，下次吧。这样吧，你先走吧，你先走。哎，走吧，快走吧！哎呀，快走！哎呦，走吧！哎，快走！参见首座师兄。啊，师弟不必兴辞大礼，愚兄实在不敢当。首座师兄，你回来就好了。为什么？师父和4位师叔闭关修炼7星聚会，无暇顾及教内事务。他们闭关之前传命让我们派人找你回来，代行管理事务，已派出弟子前往襄阳找你。哦，没想到你回来这么快。师兄没有遇到他们吗？啊，师父他们什么时候出关？还不知道，恐怕还要些日子。走吧，首座师兄请。不必拘泥礼数，走吧。师父他们为何匆匆闭关？当年小龙女18岁生日，火都来到重阳宫，多亏郭靖郭大侠援手，我们才没有吃大亏。后来郝大通师叔和孙不二师叔又眼见金轮大王蒙古密宗高深莫测的武功，和杨过小龙女神出鬼没的剑法，大为震动，认为我全真教虽为天下武学正宗，却也有不及他人之处。那师父和师叔是为此而闭关的吗？他们要修炼一套绝世武功。蒙古上使驾到，重阳宫掌教接令。全真教掌教丘处机接令。壁教掌教丘真人正闭关修炼，现由小道代掌教务。蒙古大汗的安排非对小道而受，小道不敢拜领。蒙古大汗御音，
邱真人为我成吉思汗所敬，现年事已高，不知是否尚在人世。这令原本不一定非要授予邱真人。你既然代掌教务，一样可以容受这令。小道无德无能，实在不敢拜领。不必啰嗦，快快接令。荣宠忽降，仓卒不易。这样吧，请你们到侧殿休息稍后，容我和众师兄商议商议。众位质子辈师兄，随我到后殿议事。哎，你这道士，他等着！事关重大，小弟不敢擅自做主，还望聆听各位师兄的高见。蒙古能派特使霍都赶来传令，足见本教日益兴旺。连蒙古大汗也不敢小视咱们。蒙古既是有意结交，我认为可以领令。不然，蒙古侵我中原，太过分了，和我中原势不两立，咱们怎么能接受他的令呢？哼，邱师伯当年接受成吉思汗诏书的时候，也曾千里迢迢赶赴西域。我记得真师弟和李师兄都曾随行前往。既然有此先例，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接受蒙古大汗的令呢？那是蒙古与大金为敌，既为侵我疆土，又与大宋结盟，此一时彼一时，如何能相提并论呢？终南山现在是蒙古的管辖，咱们重阳宫也在蒙古境内。若要飓风，眼看着全真教就要大祸临头，说不定还会有灭顶之灾。想我教上代真人个个不畏强欲，历史救民于水火之中。全真教即便是真的大祸临头，咱们自己又怕什么呢？要知道士可杀不可辱。就你李师兄一个人不怕死，难道我们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吗？想我全真教能有今日之规模，祖师爷和7位师长不知下了多少心血。我们如果处置不当，将全真教毁于一旦，有何面目再见祖师爷于地下？5位师长开棺出来之时，我们又如何面对？金人是我教的死仇，蒙古灭了金人，正好替我教出了口恶气。想当年祖师爷一举不成，气得在活死人墓中隐居不出。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要知道今日的情景，还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呢。蒙古人灭金以后，若是与我大宋和好，咱们自当无话可说。可今日蒙古军大举南下，旗鼓相仰，大宋江山危在旦夕，你我都是大宋的子民，怎么能接受他们的令呢？真师兄，你若受了他们，便是大大的坏人，便是本教的千古罪人。我王志坛纵然净血见地，也绝不与你干休。王师弟，你怎么可以对首座真人如此无礼？咱们只是说理，谁对首座无礼了？我只是说，谁要受令便是坏人。你说什么？谁帮蒙古人说话便是坏人。别打！闪开！你敢说我是坏人？你要是接受他们，你就是坏人。不要乱！住手！住手！好了，都听首座真人的。他说受令便受令，他说不受便不受。真师弟，还请你审时度势，
好好定夺。小道何德何能？今日代理掌教，第一日便遇此大事。全真教自重阳真人所创，至马真人、刘真人、岳真人而发扬光大。如今蒙古南攻襄阳，侵我土地，害我百姓。众师兄师弟，若是邱真人在，他会接受这令，还是不接受？现在掌教的是你，不是邱师伯。恕小弟才识庸下，不敢违背师训。你的意思是，绝技不受令了？为维护我教清誉，我死不足惜。当今天下豪杰之士正结义以抗他们，全真派号称武林正宗，若是降了蒙古，将来有何脸面见天下英雄？首座真人言之有理。好，说得好啊！屠城口舌之强，只为自己的声誉，不顾我们全真的安危。此举的后果，你料想得到吧？哼！甄道长，现在可该接令了吧？霍特使，对不起，我们众位师兄弟商议的结果是不能接令。不能接令。甄道长，你可想好了？你可知道抗令的后果？有什么后果？小道努力担当便是。真师弟，你要让重阳宫毁于一旦吗？你要让全真教数万弟子都死于非命吗？这样的结果，是你能担当得起的吗？你好，还是赵道长识得时务啊。那以赵道长之见，该当如何？为了全真教的安危，当然要接令了。赵之敬，好，那就请赵道长接令如何？他不是掌教，也不是首座，如何能够接令？掌教尚在首座当前，你不得僭越。赵道长莫非想当掌教？他当掌教真是笑话。谁接了这令，谁就是蒙古王爷授令的新掌教。请大人宣读令意。全真教赵之敬接令，特授神仙眼道大宗师、玄门掌教、文萃开玄、弘仁广义大真人，掌管诸路道教所。贫道赵之敬是谁？哼，本教以忠义创教，绝不投降蒙古。赵之敬背祖灭宗，天人共弃，谁认你是掌教？嘿！甄志炳，你赵之敬，你竟敢私自接令，还要屠杀同门！我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啊，为了我们全真教100年的基业啊！全真教的好兄弟，大家把这姓赵的汉奸拿下，听由首座真人发落。
金轮大王，真是神功盖世，你来得太及时了。赵真人贵为全真教的掌教，这些小道士以下犯上，实在无礼。老夫看不下去，才出手惩治的。哼，赵真人不会怪罪老夫越俎代庖吧？啊，岂敢！大师出手，再好不过。只是这些人都好打发，我师父和师叔不好对付啊。哦，那吴老现在何处啊？后山山顶正在修炼神功七星聚会，如果被他们练成出关，那这事可就难办了。赵真人不必担心，你在这里主持大局，老夫前去看看。好，火都大二八，在，咱们走。赵真人，贵教犯上作乱之辈，人数还真是不少啊。我看你这掌教之位做的有点不大安稳呐。按照本教教规，叛教作乱者该当何罪啊？啊，师父，叛教作乱者当在三清神像面前自行了断。好，甄志炳，你犯叛教大罪，可服了吗？不服，不服，不服！好，好，真是不识时务啊！掌教我纵有好生之德，也已无法宽容。卢清独，你就替祖师爷刑法吧。对不起了，师兄。卢清独，为了全真教，你难道还要姑息养奸吗？上！且慢！这个人让我来杀。龙姑娘，你早该动手了。好，真师弟，你这风流债也该了断了。龙姑娘，你快杀了他，也好向你那小情人徒弟做个交代呀！啊，好，我就先杀了你，再杀他。来啊，把这个妖女给我拦住！金轮大王！哎呀，金轮大王！哎呀，金轮大王，救命啊！什么事？大惊小怪的！金轮大王，救命啊！原来是小龙女，别来无恙啊！
小姑娘武功有点长进呐。大家一起上！龙姑娘，你原谅我吧。这边！还是来迟了一步。不，你来的正好，我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了。果儿，抱紧我。这个时候你不要问我，你赶紧闭上眼睛，我帮你运功疗伤啊！果儿，可怜的果儿，什么时候断的？还疼吗？我只要能再见你一面，只要能和你永远在一起。少一条臂膀，又算什么？我还有一条左臂，一样可以抱你。果儿，我求你一件事。姑姑，你忘了吗？我在古墓里答应过你，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果儿，反正我也没有多久好活了，你陪着我，一直看着我死，别去陪你的过福姑娘。姑姑，我自然是要陪你的，我跟那个郭大姑娘半点关系都没有，我这条臂膀就是被她砍断的。是他砍断的，他为什么这么狠心？难道就为了你不喜欢他？姑姑，我已经说过，在这世上，我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个，绝不会再去爱别的什么人。我永远不会再跟你分开了。
你的情花毒没发作吗？虽然没有完全好，但发作起来没那么疼了。我们回古墓去，我帮你疗伤，好吗？你们不能走！龙姑娘，你杀了我全真教弟子甄志炳，这账应该怎么算？他是该死！你说什么？我姑姑说他该死，难道你没听见吗？好你个逆徒杨过啊！祖师爷跟你说话，你不但不下跪磕头，反而居要不理，这样的徒弟，为师怎能不教训你？来啊，打着上！赵道长，当时在大圣官郭大侠面前，我们早已了断了师徒名分，刚才你却还口称我为逆徒。也罢，看在我从前叫过你几声师傅的份上，让你去吧。止境！师兄，你先多力支撑片刻，我把师傅救出来，再来助你。好，走。师傅，你走吧。多谢。师傅，咱们走。我们走。这怎么办？走吧，走吧，走。杨兄弟，有你的，嘿嘿，走了。这样这东西啊，啥？这样的？龙姑娘，杨过，你我的先辈师尊，原是极有渊源的。今日我全真教以多胜少，赢了也不光彩，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们两位走吧。往日的过节，无论是何起因，今日一笔勾销。小蜜蜂都过来，排好队，排好队。慢，坏小子，站住！跑啊！这
都师叔祖，还跑？哎，小蜜蜂，来蛰他！蛰他！走，好啊！蛰他！蛰死他！哎，小子，你跑那么快，我的蜜蜂怎么追得上你啊？啊！嘿，你小叛徒，往哪跑啊？啊！蛰他！看他还敢骗我进洞，让毒蜘蛛咬我！姑姑，生死我们都要在一起，什么师徒名分，什么名节清白，我们统统不管他。这是你的真心话吗？是不是为了让我高兴，故意说些好听的话？自然是真心话。重阳宫乃清净之地，不得在此说这些非礼言语。姑姑，当年重阳仙师和祖师婆婆原该结为夫妻，不知为了这什么捞绳子、古怪礼教，各自遗憾而终。姑姑，今天咱们就在重阳祖师的像前拜堂成亲，结为夫妇，给咱们祖师婆婆出口恶气。过儿，你待我真好。先师以大智慧、大定力出家创教，他老人家苦心孤诣，岂是你这小子所能懂得？你再在此胡言乱语，休怪我手下无情了。杨过，你简直胆大妄为！我杨过胆大妄为，又非始于今日。我既说了要在重阳祖师像前拜堂成亲，就一定要做到。孙道长，得罪了，劳驾陪我们一程吧。蛰他！快蛰他！蛰他！蜜蜂太少了，不好玩。又来了，太好了！快咬它！咬它！别咬我！别咬我呀！不是我，是他！不是我！哎，你们怎么不听话呀？哎呀，大事不好！我看还是先逃吧。得罪了。姑姑，你看，这像也像是祖师婆婆画的。咱们能在这儿成亲，已经再好不过了。师兄，难道就任由他们两个人在这胡闹，玷污我们全真教的圣殿吗？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让他们在这里成亲。我全真教100年清誉，不能就此毁于一旦呐！是啊，师兄说的对呀。当年祖师婆婆和重阳祖师原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可是因为世俗和种种误会，最终无法成为眷侣，真是天大的憾事。姑姑，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拜堂成亲，替他们完成没有了结的心愿。都听过儿的。弟子杨过和弟子龙氏今日在祖师像前结成夫妻，此间数百全真教众都是见证。你也跪下来吧。
不过，你不开心吗？这里不好吗？不，我既非清白之举，又是个垂死之人，你又何必待我这么好？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我只想我们两个能够再活100年，让我好好的待你，报答你的恩情。若是老天爷只允许我们再活1天的话，我们就做1天的夫妻；若是只许我们再活1个时辰的话，我们就做1个时辰的夫妻。弟子杨过和弟子龙氏真心相爱，始终不渝，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愿祖师爷保佑，让我俩生生世世结为夫妻。姑姑，姑姑。我们还有200。哎呀，蜜蜂太多了，不好玩啊，玩不了了。哎呀，别蛰我，快走开，走开！哎呀，小姑娘，你在这儿呢？哎呀，太好了！蜜蜂太多了，我玩不转了，给你。你先出来，出来！你出来待会儿。你在外面待会儿啊，我先在里边躲躲。先去看看。好，走。周师叔，没事了，快出来吧。我不出去，外边蜜蜂蛰我，我在里面待着挺好。站住！怎么回事？启禀师叔，赵志敬叛教谋反，罪不可赦。你，师傅，他血口喷人，他和甄志炳。小叛徒还敢狡辩，吃我一中！你这个小叛徒，我看你往哪跑，跑啊你！周师叔，这赵志敬是如何开罪您老人家的？我重重责罚他。这个小混蛋啊，他趁我去盗王旗，把我骗到山洞里头。我跟你们说，那山洞里头啊，全是红颜色、绿颜色的蜘蛛，这么大个儿啊，剧毒无比呀！亏了那个小姑娘。那小姑娘啊，蜜蜂呢？啊，师叔息怒，待师侄亲自盘问。好，去。好。
世敬，你是如何得罪师叔祖的？如实招来。启禀师叔，赵世敬勾结蒙古人，罪大恶极啊！师傅，我冤枉啊！徒儿我绝非叛教，是形势所迫呀。当时你和几位师叔都在闭关修行，我为了保全本教，出于无奈才骗蒙古人的。跪接蒙古人的指令，让蒙古人授令你为掌教，这又作何解释？甄之炳师弟心术不正，有辱师门，我取而代之也是为全真教着想。你胡说！师父，是千真万确呀，师父。甄之炳，他心中有鬼，所以今天他才扑到小龙女剑上自杀的。那天晚上，是我看到他，是我亲眼看到他玷污小龙女的，师父。不必上去了。藏经阁背靠山涧，他们无路可退了。我们等在这里，静观其变。过儿，我现在没办法运气，越不了那么远。姑姑，有我在，我会带你出去的。嗯。毕教上下是绝对不会为难二位的。师兄，他们留下了玉峰江。
太疼吗？油脂可以防水，木箱里的空气足够呼吸之用。不过，你待在箱子里面，转眼之间我们就回到古墓里了。我听你的。对了，我把郭伯伯的女儿也带来了，你说怎么办？你把郭大侠的女儿也带来了？是那个小的，还不会斩断人家手臂的女娃儿。走了。